本周在国内社交媒体上，多张换装全新涂装的歼35隐身舰载机的谍照被公布了出来。继去年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园内蓝绿色涂装的歼35原型机的惊鸿一瞥之后，全新海军徽加隐身涂装的歼35试飞画面也是首次露出真容。尽管此前美国卫星就拍到了在葫芦岛舰载机训练基地就停着2架歼35，但如此近距离的拍摄，甚至还有起飞的画面，的确实属首次。不过这次试飞照的曝光却有那么点羞羞答答。起初是在歼35的百度贴吧中，一名 IP 位于辽宁的网友率先爆出了这张图，并将自己的头像也换成了这张，看得出来是换装全新涂装的歼35的头部截取。根据他现场的观察，一共有2架歼35，一架绿皮此前看到过，另一架则是首次曝光的全新涂装。据他称，这架歼35于当日下午3点起飞，并于4点16分降落，降落时并未打开减速伞。这名网友应该拍摄了多张高清图，不过不敢放出来，所以手绘了一张歼35现场的图片，就是这张。可以清晰看到尾翼上面的编号350001，座舱盖下面还有航空兵的81军徽，他手绘的应该就是后来曝光的这张真机图片。那么既然是手绘，后来那么多现场图又是怎么爆出来的呢？贴吧中的一张手绘图显然不能满足各路网友的胃口，因此很多网友私信向他索要现场的实拍图，他还真给了其中的一位，并叮嘱只能自己看。结果这一给不要紧，一系列现场图片立刻遍地开花。最开始还不是在国内互联网，而是在推特出现在一名军事博主的回复中，就是这张灰色涂装的歼35腾空而起，而后陆续又有多张照片曝光出来，但没多久他就把照片都给删了。不过这些图片已被很多网友下载并传回国内互联网，在微博、头条和 B 站大范围传播开来。最初现场那位贴吧的辽宁网友对此还有些不满，发帖称说的好好的只给你看，自己收藏就好，可是遍地开花了。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到他的心情，第二天24日继续进行现场直播，发帖称编号350001由北向南起飞，并右转直奔北高拔，时间在上午8点55分。紧接着中午继续发帖称12点25分又飞了。不过随后这些贴文全部被删除了。如此看来，歼35此次曝光的这些新图还真不是沈飞的一次关泄。当然我们无意去揣测现场拍照的和在推特曝光照片的网友身份，因为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了新图我们就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了。这次的海军徽涂装意义非凡，通常情况下只有通过了前期的关键性能测试，满足了沈飞和军方在相关方面的技术指标，黄皮机或者绿皮机才有机会刷上正式涂装，参与下一步的测试。参照歼20从测试到量产服役的全过程和时间，歼35距离其大有所成也越来越近了。考虑到歼35是一款隐形战机，所以这次的海军徽必然也含有隐身涂层。这次试飞很有可能也是在测试这款机型的隐身性能。当然与歼20测试的不同的是，歼35由于是一款舰载机，潮湿的海风、海盐、海雾都会对隐身涂层产生更为严重的腐蚀。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年初在南海演练时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 F-35C 坠海上，而忽略了甲板上大量 F-35C 的锈迹斑斑。如图可见，非常清晰地看到机身背部有非常明显的红棕色痕迹，这很可能是 F-35所采用的 RAM 隐身涂层中的铁生锈了。各国研制隐身战机，隐身涂层的成分都是严格保密的。据传 F-35C 的 RAM 涂层中的一些成分是通过烘烤的方式固定在蒙皮上的。不过即便美国人在隐身战机和舰载机的经验都无比丰富，但作为世界首款隐身舰载机 F-35C， 在长时间暴露在恶劣的海雾环境中，依然出现了生锈的现象。同时也见证证明 RAM 涂层中确实用到了铁，作为吸收雷达波的一种材料。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另一款美军军舰上，那就是同样用到了隐身涂层的朱姆沃尔特级隐形驱逐舰 DDG-1000。当年的外星战舰如今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既然美国人踩了这么多坑，我们自然要引以为戒。尽管不知道我国隐身涂层的成分具体是什么，但歼35想要在未来登舰，相关性的测试自然也少不了。另外从外形来看，此次曝光的歼35背部隆起的布局依然得以保留，目的自然是为了通过加高座舱极限的曲面来优化逆压梯度，进而降低阻力。我在去年已经找到了相关论文加以论证，因此这种背部隆起、加尔舱盖向后开启的设计布局应该已经定了下来，以后也不会再做大的调整了。再次，发动机，很多人从图片中看出这架歼35装载的发动机尾喷口呈锯齿状，就判断说这是国产中推发动机代号黄山的涡扇19。其实这个锯齿状的发动机早在去年曝光的绿皮机上就已经出现了，
实际上，目前歼35所搭配的国产发动机有2款，一个是仿制俄制 RD33 发动机的涡扇 13E， 另一个才是涡扇19。涡扇19的推重比可达10，最大推力也接近10吨，这样2台相加就可以与单发推力达到 19.5 吨的 F135一较高下了。黄山涡扇19自然是歼35的标配发动机，此前的研制进度也一直处于严格保密中，但单从一张照片就判断已经换装了涡扇19还略显勉强。很多心机的网友称，新曝光的歼35怎么还有空速管，雷达怎么还没装上呢？很简单，现代火控雷达的研制和测试并不一定要在原型机上，美国的 F22 和 F35 的雷达测试就都是在其他技术验证机上进行的。此前给大家介绍过我国的769测试平台，机头部分进行了大幅修改，用以安装歼20的各类传感器，想必这次的歼35也会同样采用这样的模式进行。等到大规模的测试完毕后，证明雷达与航电系统、数据链、武器接口都能完美兼容，最后再安装在原型机上进行测试。而雷达装机通常会与5G系统一同测试，不过这是在隐身测试之后的事情了。所以渐渐证明，这2天歼35的试飞正是在进行隐身性能的测试，装空速管也就再正常不过了。除了空速管，我们还注意到机头下方出现了 EODAS 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。在光电探测这一块，我国技术上已无难度，此前在歼20上已经成为标配。未来要在海上与 F35 对标，自然他们有的我们同样也要有。另外，在机身的另一侧，我们可以看到歼35采用了外置登机梯，而不是像 F35 那样的内置。F35 这个手动登机梯此前被很多人吐槽过了，不仅增加了10几公斤的死重，还占用了肥电的内部空间。美国增加这个设计主要原因是因为 F35 这款机型要全球部署和全球出口，转场时很有可能没有合适的梯子。像 F22 就不存在这样的设计，这是 F22 的专用外置登机梯。鉴于歼35未来只在我军的航母上使用，不需要全球部署和频繁转场，所以就没有设计跟 F35 一样的内置，节省了空间和重量。不过 F35 这个内置并不是说飞行员无需地勤就可以一个人完成，因为这个登机梯被设计为手动，所以还需要其他人配合才能下来。再次，从歼35的侧面照来看，除了加油口外，并未发现侧弹舱，而侧弹舱通常装的是格斗弹，这可能跟 F35 一样，都受限于飞机的尺寸和重量。像歼20和 F22 就都配备了侧弹舱，毕竟它们可都是重型五代机。而 F35 由于没有侧弹舱，就采用了外挂格斗弹的方式，这无疑破坏了隐身性能。当然，格斗弹也可以挂在机腹下方的主弹舱内，或者在未来也研制一款类似 CUDA 可远程近打的空导弹，这也是另一种思路。尽管现在都是超视距作战了，但也要尽量避免隐身舰载机近距离遭遇时无弹可用的尴尬。当然，歼35的主弹舱自然是留给 PD-15 的了，不过现在还不确定是否也能够携带鹰击91或者鹰击 83K 这种反辐射或者反舰导弹。如果可以，那歼35将在未来可以单独执行多种任务，而无需歼15的配合了。这在未来也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。最后，此前视频曾给大家介绍过歼15的弹射版本歼 15T， 已将在未来登上拥有电磁弹射的003。那么反过来，歼35能在滑跃甲板起飞吗？此前美国的 FA-18 超级大黄蜂和法国的阵风 M 这2款专门为弹射起飞而设计的战机，就因为想要争夺印度航母的舰载机订单，分别演示过从滑跃甲板起飞，而且都非常轻松。就在5月24日，美国的2架 FA-18 刚刚降落在印度的古阿邦，准备在印度的航母上进行滑跃起降测试，可谓志在必得。没办法，印度这块肥肉全球各国都在抢。我不知道在辽宁葫芦岛测试的歼35此前有没有测试过从2块滑跃甲板起飞过，如果有，那么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。能够在滑跃甲板起飞，那么歼35无需等到003服役，就可以先在辽宁舰和山东舰上进行舰载机的起降测试和训练，这样将大大缩短未来与003的磨合时间。此外，一款全新隐身舰载机的登舰，也将使辽宁舰和山东舰的防空作战能力大幅度提升一个台阶，这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升级方案了。而且在未来多航母战斗群配合行动时，也可以进行多型舰载机在不同母舰的起降作业，协同作战形成合力，既让战斗力有了提升，也让舰载机的行动多了一层安全保障。由此可见，歼35的到来可不简简单单是世界上第2款隐身舰载机服役那么简单。再配合003的即将下水，和新一代舰载直升机海之20、新一代舰载预警机空警600、新一代舰载电子战机歼 15D 的陆续服役，中国海军的大航母时代才只是刚刚开始。让我们屏住呼吸，一起静静等待历经10年风雨的中国航母舰队
另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，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